在搿能介，今年也70多了，对伐？文化大革命辰光呢，阿拉屋里呢成分勿好，阿拉爷呢双重成分。是成分不好。对，成分不好，资本家接工商地主，成分不好，所以我们家呢文化大革命呢很遭殃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文化大革命66年开始呢，我岁数也不大，也30岁的样子，也不大。但是呢，家里面的遭遇呢，确实是我们是很惨痛的。我们家那时候连的搬家都搬了好几次，来一次就绝地三场，成本高呀。那是吵架是吧？吵架呀。就吵一次，然后就批斗，戴着高帽子，然后呢就那个老妈也批斗，老妈呢是医生，我妈是医生，是在那个上海市立妇科医院上班的。我爸呢在那个公私合营的时候呢，56年公私合营了，就是把我爸的公司给合掉了，那是我们家拿定息的。文化大革命呢定息就停了，那么我妈呢，就是58年反有斗争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些什么事情嘛，就定成右派。定右派呢，单位里边是有名额的，就说你有你就多少职工下多少那个就定右派。那么阿拉娘呢，我妈呢就被定成右派跟我。虽然后面是平反了，但是对我们这个那个时候58年，对我来讲，10岁还不到的孩子呢，心理创伤肯定是很大的，他还给停职了。就是不给上班了，就是因为下放到什么农场里边、什么外边，去干农活去了，对吧？那么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那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我妈的问题呢，虽然后来又在医院上班了嘛，后来平反以后又去上班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妈的问题又翻出来了。那我爸又是双重身份，所以我们家呢，就是说抄家是不是一个单位来抄，就是说红卫兵想来抄了，就听到居委会听说你们家是什么来抄就是抄，然后我爸单位里面也是照摊派系抄，什么当然了东西都有，那些东西搬走了我们对影响是红木家当全部都没有了，我们家那些画的那些画，那个红木椅子上都有象牙的那些，那当然了，因为我爸是做生意的，家庭肯定是很好的，他们红卫兵就是拿卡车全部都拉走了，我妈就是以前文化大，以前那个旧社会。就是那种布匹了啥嘛，都是一片一片的，那时候本身也是有钱人家对吧？全部拿竹竿浪起来对吧？我记得我大姐刚好大学，她是华中师范大学的，化学系，刚66年的，她67年毕业的，正在上大学，老三上高中，老四是半工半读，我是老五，所以整个家庭来讲，按道理来讲，我们家知识分子家庭，孩子都很那个的。然后我爸呢，因为56年公私合营以后呢。就是拿定息的，就那时候呢，定息也停掉了，我妈工作也没有了。定息什么意思啊？定息就是说国家给的，因为你有资产交给国家，哦，公司交给国家，就像一笔钱存了银行一样，就定期的利息，给的定期利息叫定息，是国家给的，给资本家的。那我们家是拿定息的，就是每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你拿多少钱，就是因为你的资产、你的公司，包括你的房子、你的那些一切东西全部交给国家了。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，我爸的这些东西都交掉了，就成了光棍了。后来就是国有企业上班了嘛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是事情就又翻出来了以后嘛。对我们家的压力，对我们家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你说这些事情，我那时候才多大呀？是从66年的时候到69年，我是69年下放的。69年下放的时候，我姐已经我姐就是老四，我是老五，已经走了。因为那个老三已经是高2、高3了，所以他不可能走的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其他的几个。一个大学毕业了，一个在上大学，然后那你家读书很好啊，都。对呀。68年初中毕业的是吧？68年初中毕业，69年下放的嘛。如果说不是这个运动，那你应该说你这个前程还是。那是的嘛，我们家上学都挺好的嘛，所以我讲的就是说，就是我们这个家庭，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，整个家庭、整个子女，就是说都受到了冲击和心灵上的一些东西。由于文化大革命嘛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以后呢，把我们家杭州的房子，我爸杭州还有一栋楼。你是杭州人？我杭州人啊，把我们家的杭州一栋楼全部都充公没收了，就是没有了。就是那栋楼，就是我们家以前解放前我爸他们私自盖的。
那时候我们家有王宝车，有做衣的裁缝，有烧饭的、养带孩子的，什么都有的呀，对吧？那也是大户人家呀，就是有知识的呀。所以的话，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搞了以后呢，整个家庭子女都受到冲击以后呢，就是说对我来讲，事实上66年开始，我也就在13岁、14岁的时候。那17岁我就下放了，69年我就下放了。那你先往从杭州下去的，上海下去的？上海下去的呀。哦。我是5几年啊，57年、58年上来的，从我奶奶家接上来的。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杭州，在我奶奶家，是吧？然后就因为我爸做生意做到上海来了嘛，所以做生意做大了嘛，就到上海来嘛，全家都迁回来了。老娘呢也在上海医院里面上班了，小孩都大学了，都这种症状。所以的话，后来家里面这样一个环境一个变化，老爸直接戴高帽子，天天扫厕所。20快40岁，老娘工作又没了，所以都很慌了呀。对不啦？就是天天，老爹都戴着个高帽子，我爹爹天天在那里扫厕所，戴着高帽子，楼上进出出的，就看着你家的人在扫厕所，所以心理压力都是很大的，没办法的。那他在单位里面扫厕所的话，我们看不到的干什么？但他回来的话，居委会24小时，只要干下班时间，他都要到下面去扫厕所的。所以这种东西是很多人都没有体会到的，我跟你讲。可以讲我这样讲，在我们知青群里面也没有哪一个说是父母遭受到这样子的一种排挤，确实是的。所以后来我69年我姐限制，她元月份走，元月份到安徽去了。后来我想走的时候，安徽已经满了，江西满了，没办法，黑龙江、云南，那我后来没办法，云南正好在打仗，我那时候我就80多斤，80多斤啊，我现在也就107斤。然后我就到云南去了呀，云南策略路湖呀，那个地方是个少数民族回族，我是7郡专区，我有几个族子，多民族的，多民族的那种山区，纯粹是山区。我们最后进去的时候，行李都是拿马车，就在山上面转，就像螺丝尾巴一样的这个坡，在螺丝尾巴转下去，然后再转个山头，再转上来，再转一个山头，转，再转，全是黄泥巴。